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張凌赫田曦薇頭紗照最萌，身高差甜度超標。張凌赫田曦薇頭紗照最萌，身高差甜度超標。古偶劇《竹玉》為播鮮火，一組路透照在網絡上引起轟動。照片中，189厘米的張凌赫背着手站在田曦薇身後，兩人形成最萌身高差。田曦薇回眸時酒窩甜度十足，這組被稱為殺豬西施與落魄侯爺的合影瞬間，讓田作之赫 CP 超話暴漲10萬粉絲。這對被網友戲稱為仇二代的組合展現了內與罕見的矛盾美學。在你好星期六錄製現場，兩人入場時保持0.5米的安全距離，眼神交錯也精準控制在3秒以內。然而遊戲環節突然畫風突變，張凌赫下意識替田曦薇擋飛來的道具，這種自然而然的保護欲與他採訪時說的我們真的不熟形成戲劇性反差。有粉絲犀利吐槽，這哪是營業 CP， 分明是演了部史密斯夫婦番外篇。雙引號，竹玉拍攝花絮中也有不少細節讓人印象深刻。張凌赫教田曦薇挽劍花時，會用劍柄輕點她的髮髻，提醒她手腕要這樣轉，而田曦薇 NG 超過3次就會暴躁跺腳，這時總能看到張凌赫默默遞來保溫杯。一次吊威亞時，恐高的田曦薇緊緊抓住張凌赫戲服前襟，把精緻的刺繡抓成了抽象派藝術品。事後張凌赫卻笑着炫耀，這件戲服我要珍藏。雙引號，僅單條合影微博就創下87.3萬轉發量，相關話題閱讀量突破12億。某視頻平台發起的竹玉 CP 二創大賽湧現出3.2萬條投稿，張凌赫拉衣角，田曦薇踩腳的慢動作混剪播放量高達890萬。兩人的時尚資源也飛躍提升，官宣合體後分別新增4個輕奢代言。品牌方直言，我們要的就是這種暗流湧動的 CP 感。雙引號，考據黨發現去年某時尚晚宴的座位表上，原本按姓氏拼音排序的座位，張凌赫和田曦薇之間隔着5個藝人。而今年3月，兩人帶着同系列不同色的情侶款手錶參加劇本圍讀，時間線完全對應竹玉選角期。CP 粉激動表示，這堪比《甄嬛傳》級別的伏筆。工作人員透露，他倆對戲時經常突然笑場，但導演一喊卡就又恢復禮貌距離。雙引號，這對神奇組合重新定義了熒幕 CP 的打開方式。沒有刻意發糖，反而用表面避嫌實則默契的反差感征服觀眾。就像竹玉裡樊長玉和謝峥的關係，看似不可能的組合，卻在市井煙火中淬煉出最動人的情感。或許正如某位劇評人所言，最好的 CP 感從來不需要刻意營業，那種藏不住的默契才最致命。雙引號，張凌赫的3平台破萬，是實至名歸，還是數據遊戲？今天在公司樓下奶茶店等取餐，鄰座2個女生的對話飄進耳朵。你看竹玉了嗎？張凌赫那個3平台破萬的熱搜刷爆我首頁了，看了2集就棄了，就挺普通的啊，怎麼就全民追劇了？我低頭看了眼自己手機屏幕上的熱搜詞條，突然覺得有點魔幻。畢竟就在昨天，我還刷到有人吐槽這劇 CP 好磕，但沒記憶點，劇情平的像我家樓下的柏油路。2026年3月11日，演員張凌赫主演的古裝劇《竹玉》在愛奇藝站內熱度突破1萬，在騰訊視頻熱度突破3萬，達成了雙平台破萬的里程碑。這使他成為95後男演員中首位且唯一實現愛奇藝、騰訊視頻、優酷3平台均有主演劇集熱度破萬的藝人。在愛奇藝平台上，《竹玉》開播僅6天就突破了1萬的熱度，刷新了連播劇最快破萬紀錄。
另一部作品《寧安如夢》也達到了同樣的熱度，而在優酷平台上，她主演的《度華年》同樣熱度破萬。因此，張凌赫被業內視為95生 Top 1，後續項目可要求竹玉同等級資源。她的成就標誌着她正式躋身頭部演員陣營。竹玉是歷史上首部在愛奇藝和騰訊視頻同步播出且雙平台熱度均破萬的劇集。雲和數據顯示其市占率高達 41.1%， 這意味着每2個打開視頻平台的用戶裡就有一個在追這部劇。這個數字超越了《藏海傳》，躍居歷史第6。騰訊站內熱度刷新了2026年該平台的最高紀錄，抖音角色相關話題播放量超40億。張凌赫以最短出道年限第3年達成了這一成就。目前沒有其他95後男演員接近此成績。然而，數據的真實性也引發了巨大的爭議。騰訊視頻被爆出非會員點開即算看完該集的技術漏洞，平台回應為頁面展示錯誤。有網友實測發現，非會員只要點擊廣告頁就算播放完成，1分鐘內可以刷完多部劇集。這種機制直接催生了手搓熱度的玩法，加劇了對數據含金量的質疑。部分觀眾認為劇集缺乏全民級出圈梗，熱度與《狂飆》等劇的觀眾感知存在差距。豆瓣上出現了觀看進度 113% 等異常記錄，部分用戶反饋未追劇卻被標記為已看完全集。劇集觀博的戰報評論區也遭到了路人數據打假的質疑。衍生周邊銷售額、觀博互動量與高熱數據存在顯著反差。最讓路人不滿的是營銷號拿它和《狂飆》對比。《狂飆》開播時告訴老莫我想吃魚了成了全民梗，而竹玉這種強行碰瓷的營銷操作直接觸發了觀眾的逆反心理。當竹玉試圖碰瓷《狂飆》時，實際上已經翻車了。該劇雖然號稱火爆，卻沒有產生出圈梗，討論也主要集中在數據上，而不是劇情本身。許多網友表示對該劇並沒有實際感受，甚至沒看過相關片段。這種現象引發了關於竹玉數據注水的廣泛質疑。目前，廣大網友已經不再信任平台的數據，認為平台可能只是為了吸引廣告商而制造虛假數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雙平台將該劇的熱度同步卡在9990加和29990加，這幾乎不可能是巧合。粉絲為了成績可能會着重衝其中一個平台的數據，但該劇在同一天晚上同時破萬，顯得非常不自然。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對數據真實性的懷疑。第一季度的 S+ 大製作電視劇表現不佳，因此雙平台壓住竹玉。選擇這部劇的原因在於男女主角的形象良好，導演也有過成功經驗。張凌赫在竹玉中飾演的謝征、落難侯爺的角色融合了戰損美學與武將氣概，紅衣婚服、志玲鎧甲等造型引發全網二創熱潮，抖音角色指數達到748.9萬。寧安如夢中的瘋批帝師謝威形象奠定了愛奇藝破萬的基礎，而度華年中的溫潤宰相裴文軒則助力優酷熱度破萬。田曦薇因竹玉成為唯一雙平台破萬95花，95花生格局也隨之發生變化。她在劇中飾演的屠戶女樊長玉以甜臉戰神的反差形象強勢破圈，用一把殺豬刀劈開了古偶女主的新可能。竹玉的成功打破了聯播劇必分流的魔咒，為慶餘年2等頭部聯播劇提供了新的運營樣本。此外， Netflix 及韓國 JTBC 購入了竹玉的海外版權，推動了東方美學的輸出。張凌赫於3月12日凌晨通過個人微博發文慶祝，他以採訪下班的輕鬆口吻感謝觀眾支持，結合劇中農耕元素送上五穀豐登的祝福。他在微博中寫道：採訪下班我來了，謝謝大家，看竹玉，祝大家五穀豐登，66大順。雙引號。
粉絲在評論區喊話心疼哥哥後，張凌赫回復會好起來的。部分網友認為這是他對劇集數據爭議帶來的壓力的認可。其工作室賬號隨後轉發慶賀，強調苦盡甘來。導演曾慶傑發文感謝觀眾支持。田曦薇雖未直接回應破萬，但其與張凌赫的互動話題助推了 CP 熱度。粉絲發起抽獎活動慶祝實際，強調天時地利人和的實際優勢。部分路人認可主演顏值與演技，認為雙平台破萬體現了市場號召力。但也有人指出平台過度營銷透支信任，呼籲回歸作品質量。逐玉成為張凌赫首個一番破萬作品，田曦薇也借此穩固了95花頭部地位，兩人的商業價值顯著提升。逐玉首日招商52條廣告，創2026年劇集紀錄。張凌赫個人抖音指數單日破1000萬，跨年舞台出圈帶動漲粉20萬加，商業號召力獲品牌方認可。在伴手禮設計中，張凌赫親自參與設計核心環節，禮盒以紅色為主視覺，呼應劇中武將的熱血與家國情懷。內含定制角色紅包，巧妙嵌入彩票設計，既暗合謝爭金錢交易的劇情線索，又賦予粉絲好運的互動彩蛋。而田曦薇雖在宣傳中同步亮相，但公開信息未明確其參與禮盒創意設計。有業內人士分析，敵長劇的標籤本身就自帶仇恨值，觀眾會下意識覺得它是平台強推的產物，而非靠內容出圈的爆款。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讓逐玉的每一個數據都被放大審視。罵聲再大，也擋不住核心觀眾的熱愛。核心觀眾愛他，無非兩個原因：極致的視覺和純粹的情感。導演曾慶傑對視覺的追求肉眼可見，細膩的打光，精緻的構圖，每一個鏡頭都像壁紙。更重要的是，這些視覺元素是服務於情緒的。比如豬圈裡張凌赫仰頭時的柔光，對應着謝爭封閉的心門被打開；黑暗中重疊的兩人落下的陳皮糖吻，對應着雙方假入贅的關係破裂，雙向暗戀正式開啟。真正讓觀眾上頭的是情感線的高效推進，沒有拖沓的誤會。謝爭和樊長玉的感情，從試探到靠近，每一步都有跡可循。奔着看談戀愛而來的觀眾，看到的是一套完整且唯美的情感推進過程。逐玉的爆火和爭議，其實是當前長劇市場的縮影。平台依賴預製爆款，用網文 IP 加流量明星的組合，精準擊中核心受眾，但也透支了觀眾的信任。有業內人士把長劇平台的用戶分層比作遊戲服務器，核心粉絲是砸錢衝榜的重氪玩家，路人是湊人數的免費玩家。平台的規則從來都是圍着前者轉，粉絲氪金發雲包場，拉路人入場，本質上是用真金白銀堆出數據。但這種玩法只會讓普通觀眾越來越反感。回看《慶餘年2》，它是少有的既配得上平台第一長劇待遇，又能被稱為民選爆款的作品，做到了預製和民選的平衡。而《三體》的主創團隊則曾直接呼籲，長視頻平台應該和飯圈文化徹底切割，回歸故事本身。對古偶劇來說，逐玉的成功是個信號。極致的視覺和純粹的情感依然能打動核心受眾，但如果只靠流量和數據，遲早會被觀眾拋棄。數據算法爭議也反映出行業需要進一步規範熱度統計標準。張凌赫自己在直播裡說過，我知道自己非科班，所以每部戲都要比別人多花3倍時間。他的努力是真的，可現在的問題是，當熱度遠遠超過了作品本身的質量，這份努力就會被打上營銷的烙印。就像一塊奶油蛋糕，本來味道不錯，卻被商家吹成百年一遇的美味。吃的人一口下去，只會覺得也就那樣，甚至會嫌奶油太膩。昨天刷到他收工的路透，裹着羽絨服，把田曦薇的窗簾拉好，
畫面糊得不行，卻比精修照暖。那瞬間突然覺得，或許他也在糾結，是抓住熱度接更多資源，還是慢下來磨一個能讓觀眾記住的角色。其實觀眾從來不是討厭流量，只是討厭流量大於內容的浮躁。當有一天大家提到張凌赫，最先想到的不是3平台破萬的標籤，而是某個讓你哭讓你笑的角色，那才是他真正的底氣。畢竟能留在觀眾心裡的，從來不是熱搜上的數字，而是屏幕裡的人。